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們要來聊一場可以說是天天在我們身邊上演的激烈內戰。沒錯，主題就是台灣美食的南北戰爭。準備好你的胃，我們馬上開戰。好，那一開始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哦。我們以前在地理課本上都學過呢，劃分台灣南北的好像是一條河，對不對？但我跟你說，事情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樣哦。沒錯，現在台灣真正的分界線早就不是那條濁水溪了，而是一支看不見的糖度計。這真的不是在開玩笑，你只要一跨過那條線，你會覺得連空氣吸起來都甜甜的。歡迎來到台灣的甜蜜南國。哇，這句話真的是精準到讓人想哭哦！我講的真實故事哦，我有一個台北的朋友，第一次去台南玩，走進手搖飲店，就想說耍個帥，跟店員說：“老闆，我要一杯無糖的。”結果那個店員用一種好像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他，那表情仿佛在說：“同學，你認真，我們家的茶不加糖，那個會很難喝哦。”他那時候才嚇到。原來在南部，不止飲料，連羹湯、醬油膏都是甜的耶，這對他來說根本就是對他胰島素的終極挑戰啊。OK， 剛剛那個甜度戰爭只能算是開胃小菜啦。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第一個主要戰場——滷肉飯。光是這個名字哦，我跟你講，它引發的混亂那個複雜程度哦，可能比你搞懂英文文法還要難。好，來，大家仔細看一下這一張表，是不是已經開始頭暈了？你看哦，在北部你點滷肉飯，通常來的是那種細細的絞肉啊，可是呢，在南部你點滷肉飯，可能會來一整塊大大的控肉哦。你想吃那種碎肉的，要叫肉燥飯才對。我想問一下現場有沒有人就是因為這樣點錯餐呢，愣在原地開始懷疑人生呢？所以說，北部的風格是一種務實的生存感，但南部的肉燥飯它追求的是一種富足感，那個肥肉丁就是要又大又 Q， 入口即化。對，這就是南部肉燥飯的最高指導原則。一碗 Pro 級的肉燥飯，就是你吃完之後，嘴唇會因為滿滿的膠質粘在一起，講話都有點困難。那種黏黏的幸福感，很多北部人可能很難體會啦。不過，這也對我們現代科技造成了巨大的災難。你想想看那個畫面哦。當你心滿意足的扒完一碗南霸天等級的肉燥飯，嘴唇被那個幸福的膠質緊緊封印，然後你滿足的拿起手機想解鎖，Face ID 直接跟你說拜拜，完全投降。你的 Siri 可能還會跳出來問你，主人，請問您為什麼要把嘴巴縫起來？好，如果說滷肉飯只是地方的小規模衝突，那每年端午節上演的粽子大戰，那絕對是史詩級的全面戰爭了。這根本就是台灣美食界的變形金剛，博派對決狂派呀！這場戰爭的引爆點其實就在於做法。北部粽是把料跟米先炒香，再包起來拿去蒸，所以那個米飯是粒粒分明的，口感比較像油飯。那南部粽呢，是把生米跟料包進去，整顆丟到水裡去煮，所以口感是那種軟爛黏糊的。好，關鍵問題來了，現在在熒幕前面的你是哪一派的？來，留言區刷一波，讓我看看現在的戰況有多激烈。你看南方的第一波攻擊就來了，他們會笑北部粽，說那根本不能算是粽子，充其量只是用葉子包起來的3D 油飯而已。不是，這形容詞也太有科技感了吧？3D 油飯聽起來超潮的好不好？好像是用什麼最新科技的列印機印出來的一樣。那北部人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啊，馬上就回擊了。他們會說南部粽那樣濕濕黏黏糊成一坨，看起來根本就像是水煮的爛泥巴。你看這個用詞是不是超級狠？這場戰爭的激烈程度完全不輸任何一場辯論大賽。不過，真正讓這場戰爭無限升級的，我認為是南部的這兩樣生化武器。他們吃粽子，上面一定要撒上爆量的花生粉，還有鋪上滿滿的香菜。我想這兩種東西應該不需要我多做解釋了吧？對於討厭他們的人來說，這根本就不是調味料，而是毀滅性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啊！但是就在南北雙方戰到快要翻臉的時候，很有趣的是，有一個城市的人，他們總是異常的冷靜，好像這一切都跟他們沒關係。他們就是台中人。
這是不是很神奇？大家想想看，為什麼每次在戰南北的時候，台中的朋友總是特別安靜？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美食驕傲嗎？不是的，那是因為他們的手上早就握有可以終結這場戰爭的最終兵器。沒錯，就是它，傳說中的台中聖物東泉辣椒醬。我跟你說，對台中人來講，管你是什麼3D 油飯還是水煮爛泥，通通沒關係，只要淋上這一罐紅色的神水，所有食物原本的 bug 都會被修正，味道全部被統一，變成獨一無二的東泉味。這就是台灣美食界的最終演算法，太強了。好了，我們這樣吵了半天，其實啊，這場戰爭從來就沒有真正的輸或贏，因為不管是哪一種食物，它背後都代表着一種更深層的意義，一種我們都懂的叫做家的味道。你想嘛，不管你是北部粽派還是南部粽派，這場戰中的最終贏家永遠都是你媽。因為不管是哪一種粽子，最後的下場都會變成它塞在你家冰箱冷凍庫，然後要你連續吃2個禮拜的冰箱萬年粽。我想這才是最真實的人生結局吧。然後等到有一天，你可能出國念書，或是去外地工作，在一個很陌生的城市角落，你看到一碗滷肉飯，上面可能又乾又柴，然後標價300塊台幣，但你還是會毫不猶豫地把它買下來，然後可能還會一邊流眼淚，一邊把它吃得一乾二淨。所以這就回到我們最後想問大家的問題了。當我們為了這些食物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我們真的究竟是味道本身的好壞，還是那一份跟我們的家鄉、跟我們的童年緊緊綁在一起的回憶呢？或許這才是這場甜蜜的戰爭最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地方。